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事没算的魔幻分享时间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于三菱 MDLX 系列的擎天柱。MDLX 系列的擎天柱呢，我之前就已经拍过，已经蛮多年前的事情了啊，应该算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款。这次怎么又买了呢？而且在上一款爵士被我令我很失望啊！对他没什么好话的那个视频结束之后，我还在买这个系列，到底是什么样的卖点吸引了我？相信看到这个封面的盒子封面的玩家懂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威震天的手臂，能量宇宙擎天柱，三菱果然没有放弃这个热度啊，流量是一定要掐到的。没错，他把那个系列首款擎天柱呢换了同系列的一款威震天的胳膊之后呢，出了能量宇宙漫画版的这个造型。当然，我一开始是完全没有理他，就像我之前说的，之前爵士已经让我很失望了，我对这个产品线几乎是不抱任何的期待。所以说他在关店开店的时候呢，我是完全没有去理他突然有一天，有人跟我说，这款你有没有入啊？我想这款有什么可以入？他说这款换新头雕了啊！再一看官图的，宣传卖点里有一点，他这次是重新设计了头雕。就知道我之前拍那款原色的擎天柱的时候呢，都吐槽过他的头雕呢有一点点尖嘴猴腮不像大哥那种沉稳的范儿啊。这次他换头雕，我们好歹要来尝尝咸淡。盒子正面姑且算是正面嘛，是漫画风格的一个设计包括 Transformers 的一个名字整个美术的一个风格，像这种泼墨点就都有一种浓浓的能量宇宙漫画的一个封面风格。侧面呢是它的这次的算是实物渲染图吧，同时也突出了它一个卖点，有一个断臂的一个造型键。另一侧呢是它同样漫画中的一个经典 pose就那个人类小年轻那个儿子的时候那样叫 Witwicky 还是 Spike， 这就名字忘记了，就是用能源宝为医院充电嘛，应该是给医院充电的时候的一个 pose。当然这个还原点是不对的，胸口没有打开，这也是三菱偷懒的地方。背面呢就是这次的一个大开窗可以看到玩具的实物以及一些版权的信息警告15岁以上。顶部很有漫画风格，能量宇宙有一个变体封面，就是擎天柱单膝下跪的姿势，当然不，那时候还不是威震天的手臂。底部派系 logo，包装呢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它打开盒子是什么样的情况吧。打开盒子之后呢，依旧是双层吸塑包装，第一层呢是它本体以及一些手型，可以看到这次手型呢是区别了擎天柱和威震天两种颜色的。第二层呢依旧是死性不改，我在原版视频里就已经吐槽过，它只有一个塑封底，并没有上漆的那个封盖所以说所有的零件呢还是通过以卡扣位的形式呢扣在这个板层上就三菱还是那个三菱。把玩具从盒子中取出来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安装，这和之前原色版呢基本上大差不差。首先它是一个背包，这块呢是需要安插上去，还是比较紧实的。同时这次因为它使用了一个威震天的一个手臂，所以说呢它的臂炮也是要独立安插上去的。好配件装完呢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就可以还原搭载了威震天手臂的擎天柱。首先我们要看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新头雕。可以看到这次的一个头雕呢，是和之前的版本是非常大的区别，更接近于传统概念里的擎天柱的风格造型和漫画中呢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要明确一点，它只是一个采用漫画能量宇宙元素的一个 MDLX擎天柱玩具所以说你让它在还原能量宇宙漫画上有多高的还原度呢？这个
肯定是不行的，它底子摆在这里，对吧？全身上下的我看了一下模具呢，基本上是除了手臂啊，基本上就是头雕式新规，其他都是还原以旧版的素体为基础，手臂呢也是以威震天的版本为基础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改。整个涂装风格上来说呢，是接近于漫画那种2D 脏兮兮的这种感觉啊，同时配合一些战损的涂装效果都会有在，特别是在这种模块边缘的棱角的地方，都会有一些像掉漆一样的效果，而在一些凹陷处呢，就会有一些阴影的自洗涂装。整个风格是接近于2D 那种版本，并不是以往那种写实的风格。还是那句话，头雕还是蛮帅的，甚至于他在口罩上还有一些类似于致敬老玩具的像猫咪胡子一样的一个刻线。这个头雕我就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是现在有一个好消息，之后他要重涂的图天读也是用了新头雕。这种感觉我们买了老版擎天柱的玩家又被背刺了。首先第一眼看过去还是能够认出是能量宇宙啊，对吧？就大炮逼在这边，但是也是有一些在之前玩具里面我们没有可能这么明显感觉到问题，就是它的左右手的拳头是不一样大的。2个握拳手，大家摆近点就会明显发现，老威的拳头是要比擎天柱拳头大一拳的。这个我之前在漫画里我不是很能发现这2者的区别，好像是没有区别。但是在玩具上，因为它是完全沿用了威震天的一个手臂，所以说手型大小呢也是完美的复刻下来啊，造成这大小手的一个问题。你说合理吧，很合理，但是你说是否能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总觉得有一点违和感。整体上下就像我说的，它的素体是完全继承了原版的一个擎天柱的造型，所以说它会有的一些毛病呢，也是完美的继承下来。比如说这个裙甲，对吧？动了动它就成这样。它总是不是很服帖，它会有一个奇怪的造型在啊，零件公差呀还是什么，就非常的古怪啊。所以说在可动性方面呢，我也不多做重复介绍了啊，主要是它在右臂这块啊和身体这块呢会有什么干涉吗？答案是明显是干涉不大啊，但是有一点。因为它躯干内呢还是会有老威一样的这样一段关节在啊，是可以基本上平台90度稍微多一点点真一点点的这种感觉。2者在平台水平上呢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左右手，其他部分的感觉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关节阻尼感呢还算是 OK 啊，对吧？除了刚刚说的裙甲这块，之前原版就是非常令人诟病的设计呢，这次也完美的保留了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当然，之前在外包装时候我说了，它没有办法还原出开胸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原版的一个开胸设计呢，也是通过磁吸把整个窗子拿下来。非常意义不明啊！原版它是深色透明件的一个胸口啊，所以说可能还能看到内部的一个领导模块的细节，但是这次它完全是实色涂装了，这样放一个领导模块在内部的设计，我就不太懂它的噱头在哪里，纯粹是一个收纳功能吧啊，姑且只能这么理解。如果改一改胸口开胸的方式，可能成本上又会非常的难以控制吧，我姑且是这么理解，就是一个省成本的操作呢，就是仅仅是变更涂装，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卖点在宣传的时候，甚至印在盒子上，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本体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我们来看它的配件嘛。首先
一个非常不符合漫画，但是符合原产品原色的，就是它的一个涂装。当然，它也尽力了，做了一个渐变的涂装，原版是透明渐来的，这个渐变涂装有点像之前推出的2D 配色版的一个风格吧，实体的大幅。当然，它擎天柱左手保留了，它的枪也会有保留。它的枪呢，就是一个消光配色，同时搭配一些棱角处的磨损的做旧涂装吧，是这样一个样子。剩下的呢，除了刚刚放进胸口的能源宝之外呢，就是一个战损的替换件，这应该是一个新的零件嘛，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威震天的手臂拔下来之后呢，把这个关节怼到它身体里面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水平，就可以还原出它还未装上老威手臂之前的一个战损状态。阳过擎天柱，我觉得还是挺带感的，纯粹的擎天柱也不会存在拳头大小的区别，未尝不是一种展示的不错的一个展示形式。我背包看不紧，就到时候怕抠不下来，就这样。手型方面，左手呢秉承了我们擎天柱的造型，所以说依旧会有持枪手型持领导模块的一个手型，一个持斧的洞手型。右手这块呢，因为是老威的手，所以说它只给了2款，一个是龙爪手，另一个是指挥手，并没有给出握斧子的手型。因为老威不握斧子，它完全是没有新规给你，感觉是花了点心思，但是不多。好，最后总结一下，我给这款玩具的打分呢是3颗星属于一个及格的玩具及格在哪里呢？因为它换了新头雕修正了我之前对这款玩具最不满意的一个点之一。然后呢，这次缝合能量宇宙的元素呢，也算是尽了力的吧。但是他们的底线也是有，就是不能增加成本都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小改所以说，哪怕是在官方的宣传图上可以还原出经典这个我们先下手为强的这个名场面、名 pose 的时候呢，也是没有给出合适的一个开掌左手现在我用的手是拎举正的那个手，所以说，我不知道30孩之宝授权能够拿到什么样的一个比重就是这样的一个，当然孩之宝应该也是监修过审了，所以说也不能怪30，对吧？狼狈为奸嘛，对吧？一丘之貉。好了，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擎天柱玩具仅限于这个 MDLX 线的擎天柱玩具那恭喜你了，你现在可以有一个全新头雕的一个更漂亮、更还原的一个擎天柱，可以作为一个选择。如果你又是能量宇宙的一个粉丝的话，这一款作为一个不可变玩具上来说呢，造型也算是你抛开漫画还原度不说，仅作为换臂梗来说呢，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摆件。可动性上，它因为这些群角关节，我之前在原色孔里面已经吐槽过了，就不再鞭尸了。摆在那里呢，还算是 OK， 至少颜值能打，对吧？好，剩下就是价格了。它官方定价是740我当时看到这个售价也是让我直接把它 pass 掉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记得我原色版买的并没有那么贵，大概就我现在不太记得我入的原色价格是多，但肯定不到700多的。它现在给定价来到了700多，那我最后现在还是买了。那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是以它将近6折的一个价格入手的，对，6折。可能很多官网预定的小伙伴会觉得被刺到了，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产品现在它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啊，当然这也是符合正常的一个普罗大众所能接受的一个市场规律的，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对吧？就看你对这款产品的爱究竟有多深，你觉得多少的价格是你能够接受为它买单的一个程度。好吧，嗯，总体来说这款玩具呢，我的感觉是你没有玩过这个系列，的擎天柱你可以买一款，特别是前提而且你要是能量宇宙的粉丝，否则的话你可以再等等，因为它后续官方也发布了图天读的一个产品，它也是用心头雕啊，一个更协调的一个肢体啊，不会有大小手的情况在。当然，我不知道30会不会之后把之前已经出过的一些换色版也通通洗一遍版本啊。如果洗的话，那就太无耻了，因为之前出的镜像啊黑色都已经是很多人为之买单了啊。其实留给擎天柱能够换的颜色也不是太多了吧啊，蓝色、绿色，对吧？绿色这次要出了嘛，蓝色、橘色，好吧。所以说你能够选择的选项也不是太多啊，大家酌情而为吧。我就看就是5张不到的价格，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好像之前漫画配色也不叫漫画版，2D 版的动画配色吧，价格也是不太高的，所以说官方那个定价大家就参考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简单录到这边。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一键3连支持过。如果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